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颗迷你蝴蝶兰它的一个生长的状况，以及它根系遇到的问题，然后跟我对它重新换盆的一个处理的操作。然后在影片的后面呢，也会再跟各位加上这一颗兰花的一个近况，就是在我对它进行换盆之后，它的一个最新发展。那这一颗兰花的故事呢，其实就要从2018年的8月初开始说起。当时啊，这颗兰花其实我就看它虽然有长新的根有看到新的根长出来，新的叶子长出来，但是它底部的叶子呢，比较老一点的叶子，下面的叶子开始出现一些缺水的状况开始比较有皱纹啊、皱褶，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到底它这颗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遇过，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缺水。不过单这个缺水的问题，其实背后有2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它的根系出现问题，烂根，所以它没有办法正常吸水而缺水。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它根系还健康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因为你水给它给的太少可能你忘记给水，所以它就是因为这样子而缺水。那因为我种的方式是有介质的半水耕来种这颗兰花，所以一般来说它应该是一直都处于比较有水的状态，所以我就怀疑它的介质里面的根系可能出现了问题。这一颗兰花被我在换成有介质半水耕之后呢，其实有长一条新的根系，一直长到底部，但是因为不明的原因呢，它的这条根系也坏死，然后就逐渐开始出现这个叶子底下面一点的叶子开始出现这样子干枯的状况。我就怀疑它这一颗兰花，它在介质里面的根系呢，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当时呢，我记得这颗兰花曾经被我拿来做一个肥料的实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肥料的浓度过于高，而导致它根系的一个不适应，而烧根或是烂根的情况。那不管怎么样问题已经发生，所以呢，我当时就在判断这颗兰花应该是需要紧急出盆，来让我们看一下这颗兰花它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根系上的急救。那既然提到将兰花取出盆这个时机还是要稍微讨论一下。其实最好的时机还是在兰花有在处于积极生长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好的，不管是长叶子长根的情况，否则的话尽量避免在秋冬的时候进行换盆。那果不其然，当这颗兰花被我取出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根系其实很多都已经溃烂了其实就只有介质上面的根系是属于比较良好的状态。那经过了一般的修剪之后呢，就是现在目前剩下的根系状况。那在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当我根系修剪完之后呢我就是会用酒精还有双氧水来喷洒它的根系，来做更比较彻底一点的消毒去除一些可能是霉菌病虫害等等。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其实应该要静置24小时，然后再重新来种回去你想要用的介质。原因是因为呢，这24小时能够让你多一次检视这个兰花根系的机会，因为在这24小时当中呢，也许还会有其他的根系继续溃烂或败坏，你就可以再先修剪掉，然后再放进去盆里面。这样子呢，能够比较确保那比较少的根系在你种进去新的介质之后还继续溃烂。当然啦，当你种回去之后，新的介质它还是有可能会有继续溃烂的可能，但是呢，毕竟经过这24小时，如果需要修剪掉的部分呢，继续修剪掉的话，可以减少在介质里面有不必要的这些溃烂的残留根系。
那这边比较幸运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长在介质上面的气根可以被拿来做使用，所以呢经过了一番调整之后，我又把它重新再种回去它原来的这一种比较细小颗粒的介质里面。那一样用的方式是有介质的半水耕。种回去之后呢，像一般有介质半水耕种植的这种兰花，因为呢兰花在根系我在处理根系的时候，它就会接触到水分，再来新的介质呢在被清洗之后也有水分，所以当种回去之后的头2个星期，一般我是不进行浇水的，原因是因为它介质本身就有水分，再来根系本身在我处理的时候它也有吸收水分，所以它其实已经相当的湿润了哦。所以呢这边就不额外在蓄水池的部分加水，这样子呢这2个星期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的环境哦，增加它这个种植方式的成功率。那这边一样，我有加上一个蓝色不透光的外杯，目的就是在于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产生，这样子比较容易能够让我观察到根系的生长状况。那在9月的时候呢，经过1个月，它就又长了新的叶子出来，所以是表示这颗兰花呢，有渐渐步入正轨，健康成长这个轨迹的一个动作。而且你这边应该也能够观察到它底部的叶子其实也慢慢的又恢复正常，而且那个皱褶的部分呢，也渐渐的消失了。当然，在蝴蝶兰的情况，有时候它叶子因为缺水而导致的皱纹不一定会完全恢复正常，这要看每一颗兰花不同而有不同的这个反应。那你刚刚也有看到这颗兰花也继续在长新的根系，也长到介质里面，所以是一个相当良好的状况。然后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其实这颗兰花你可以看到它当时正在抽一个花梗然后呢它2片最上面的叶子呢也长得相当的大片，所以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情况。而且你看到它新的根系也长出来了，然后有的已经长到新的这个介质里面，所以表示这颗兰花当时的这个处理是蛮及时，然后因为措施得当，所以这颗兰花现在它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是相当的良好。你可以看到它新的根系甚至已经长到蓄水池的部分，也就是说它那条根系因为自己长到蓄水池里面，所以它是非常适应喜欢一直都有水、高湿度、高水分的情况。所以在使用无机介质的这种状况当中，根系自己长进去你就不用怕它会烂根。当然如果你要进行实验，比如说当时我用一些比较高浓度的这个肥料，就有可能会对它造成影响。但是这一颗呢，我就不会再这样子做，因为当时可能这颗兰花的根系还是非常的敏感那在不对它进行实验的情况之下呢，这一颗基本上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算是自动导航，因为它的根系已经相当适应高水分、高湿度，所以这颗呢就是按照一般的养护我相信它基本上对我来说对它的养护除了施肥之外呢，就是没有水的时候加水，这一颗兰花应该就是属于自动导航，就不用再让我太操心或太常去关注它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用无机介质来种植兰花的原因，就是它们如果非常适应这样的一个养护方式，根系也都长进去介质里面，又很适应多水多湿度的情况之下呢，除非它出了根系上的问题，或是它真的长太大颗需要换个容器的情况之外，我都不需要常常为它进行换盆。而有机的介质就是用久了会腐败会溃烂的介质，比如说树皮或是水草这些就固定可能2到3年你就一定要换，否则它会因为分解而产生酸性物质而导致根系败坏，这样子的话呢，兰花就健康就又会走下坡。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